凌晨2點17分，最後一批封存資料還在跑，核對角落那台早就報廢的監控螢幕突然自己亮了。畫面右上角不是現在的時間，而是2點25分，整整快了8分鐘。螢幕裡的我正站在地下2層那間玻璃會議室。更讓人不舒服的是，我身後還站着一個女人，就工牌就制服，臉被冷白燈切的發灰，卻看得出來她一直盯着攝影機。畫面裡的我忽然抬頭，嘴唇動了4個字，我沒有聽見聲音，卻看懂了，別進電梯。下一秒，整個畫面黑掉。唐雨嫣把手裡的資料夾放下，低聲問我：“這台不是上周就拆網了嗎？”我沒回答，先把主機後面的網路線拔掉。螢幕沒有熄，於是我又把電源拔掉，確認插頭真的離開插座。黑屏2秒後，白光重新跳了出來。這一次沒有未來畫面，只有一排倒數數字00430003點整，剛好是公司授權的舊資料自動清除時間。唐雨嫣盯着那片黑白雜訊，臉色一點點退了下去。她說：“江瑤，剛才你後面那個人是陳以堂。”名字我沒聽過。唐雨嫣卻翻出舊人事歸檔照片，把螢幕停格和照片併在一起。7年前，陳以堂就在這棟樓的測試周死亡。我把2張畫面記下來，重新檢查插座和主機沒有供電，沒有外網，時間卻準確連着3點。這已經不是一具設備故障能帶過去的事。先別猜是什麼，我對唐雨嫣說，我們只驗證一件事，它顯示的8分鐘後到底會不會發生。話剛說完，報廢螢幕再次泛起雪花，一個新的時間標記慢慢從雜訊裡浮了出來。新畫面標着2點29分，貨梯口老周正站在防火門下方，手裡還拿着巡查燈。畫面沒有聲音，防火門卻突然落下，老周整個人被壓倒在門線裡，畫面隨即失焦。雨嫣跟我走，我沒有等第二遍，從現在到2點29分只剩幾分鐘，真假都值得，先把人移開。我們衝到貨梯口時，老周還皺着眉問怎麼了，我直接抓住他的手臂，離門遠一點。現在老周被我們拖出門線，還沒站穩，頭頂的防火門就重重砸了下來，金屬撞地的聲音在走廊裡震得發悶。他往後跌了一下，手肘擦到牆邊，好在只是輕傷。老周盯着那扇門半天才擠出一句：“他剛才沒有警報。”2點29分，1秒不差，不是畫面把結果演得像真的，而是大樓的設備真的在那個時間動了。我們回到監控室，原本老周倒地的畫面已經不見了，整片影像變成雪花，像有人把一條已經失效的路徑擦掉。幾秒後，雪花重新收束，新的影像開始生成，人物位置和剛才完全不同。唐雨嫣看着我，所以它不是錄影。我盯着新畫面回答，至少不是已經發生過的錄影。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不能改，只要我們在8分鐘內改變條件，畫面就會跟着中算。我第一次覺得那塊熒幕不只是在嚇人，它也許是一份極度危險卻能被利用的情報。新的未來畫面裡，唐雨嫣被困在地下走廊的玻璃門後，她不停拍門，身後一排消防燈正一盞一盞熄滅。唐雨嫣沒有說話，只把手機舉給我看零訊號。我拿起桌上的固定電話，聽筒裡也只有空白的電流聲。老周去按電梯，面板立刻跳出維護模式，3條離樓方式在不到1分鐘裡一起被切掉。先保人再保資料，我把話說清楚，我們不分開，3點以前先把自動清除停掉。主系統的管理頁還能打開，我進入清除排程，找到取消指令，按下去後卻跳出一行紅字，需要現任管理員生物辨識。認證地點只有一個，地下2層。唐雨嫣抬頭看我，那正是第一段未來畫面裡我出現的地方。老周低聲罵了一句：“這不是逼人下去嗎？”我沒有反駁。3點清除是真流程，地下認證也是真權限問題，是誰把兩件事鎖在了一起？我試着從現有管理端改入口系統，只回同一句本地生物辨識不可遠端替代，沒有第二個合法選項。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資料會按原授權清掉。如果照流程走，我就得進第一個死亡畫面出現的地下2層。不搭電梯，我把老周的巡查路線圖攤開，先查樓梯和舊設備區，所有人都保持能看見彼此。
唐雨嫣把待封存的原始檔案抱緊了一點，那不是今晚才出現的神秘證據，而是他整理了幾個月3點後就可能再也找不回來的資料。報廢螢幕上的倒數還在走40分鐘不到，而地下2層成了唯一能正式踩下剎車的地方。我們先回頭拆查那台報廢主機外殼，側面沒有標記，我把它翻過來，背板上粘着一張褪色標籤 Mirror 斜線 Predictive Routing。唐雨嫣盯着那幾個字，忽然翻起舊歸檔，我看過這個名字，7年前有一個8分鐘動線預測測試。他把舊記錄推到我面前，測試周的工程師名單裡，陳以堂赫然在列，同一周他死在大樓事故裡。8分鐘不再只是鬼故事裡剛好的數字，它曾經就是這套系統的測試窗口。1樓電梯忽然叮的一聲自行開門，明明沒有人按鍵，面板最下方卻短暫亮出一個不存在於公開樓層表的 B3。唐雨嫣下意識往後退，我想起螢幕裡自己的口型，直接按住開門鍵旁的護板，步進走樓梯。這句警告是真是假我還不能確定，但在一個能主動切換門禁和電梯模式的系統裡，封閉電梯不是值得拿命驗證的選項。樓梯間只有緊急燈，我們往下走了2層，牆上的廣播喇叭忽然滋了一聲，下一秒裡面傳出我的聲音，不是像是幾乎一模一樣，下來時間不夠了。唐雨嫣停在階梯上，轉頭看我，我本人沒有開口，那句話卻又重播一次，連尾音都像我平常下指令的語氣。技術來源似乎越來越清楚，事情卻沒有因此變簡單，有人或者某個還在運作的控制層正在用我們熟悉的東西逼我們照一條路走。我把 Mirror B3 模擬我的聲音3件事記在手機離線備忘錄裡，現在我需要的不是答案，是下一個可以被驗證的破綻。樓梯下方的黑暗沒有動靜，廣播卻在我們停止前進時第3次催促快一點。就在那時，牆邊內線電話響了，整棟樓外線都斷着，這支內線卻像算準時間一樣亮起。我按下免持，男人的聲音很平靜。江瑤，我是溫庭川，舊系統有異常通知，我可以遠端帶你關掉 Mirror 預測節點。我沒有立刻回答，從異常出現到現在，我們從未對外說過 Mirror， 更沒有說過預測節點這4個字。唐雨嫣也聽出了問題，視線從電話慢慢移到我臉上，我只抬了一下手，示意他先別出聲。溫庭川像什麼都不知道似的繼續說，搭電梯下去最快，時間不多，別浪費在樓梯。報廢監控就在這時生成新片段畫面裡，唐雨嫣一個人被鎖在 B3， 電梯門在她面前合上。我看着那段未來對電話，只回了一句知道了，我先確認權限，沒有質問，也沒有讓他知道我們已經把他列進嫌疑。掛線後，我轉向老周，你留1樓別碰，主系統想辦法把獨立緊急電話恢復，只要能打出去先報樓內有人非法控制門禁。老周看了看地下方向，你們2個呢？我說不搭電梯，不分開照樓梯走。這是今晚第一次真正分工，老周離開我們視線，也代表如果判斷錯了，我們少了一個能立刻拉人的人。唐雨嫣問，你覺得是他？我搖頭，現在只能說他知道的比一個遠端支援者該知道的多。溫庭川給了我一條路新預測，告訴我那條路的代價，我決定兩邊都不信，只信接下來能被我們自己測出來的結果。舊設備層的門沒有電子鎖，只有一把機械把手，推開後牆上還掛着7年前測試留下的照片。其中一張裡，陳以堂站在一排紅色緊急燈旁，那排燈的排列和未來畫面裡他身後的光一模一樣。先別碰別的，我把一塊現成遮擋物附在走廊攝影機前，然後回到熒幕邊等下一輪生成。影像很快開始扭曲，我的輪廓被拉成斷續的灰塊，反而是陳以堂的影子比剛才清楚了一點。唐雨嫣低聲說，他少一隻攝影機就算不準了。我把自己的門禁卡留在樓梯間，人卻跟他改走另一側通道。新的預測跳出來時，熒幕裡同時出現了2個模糊的我，一個留在卡片所在的位置，一個沿着實際影像移動。那一刻，我終於有了可以依靠的結論。Mirror 不是在看見未來，它是在吃進攝影機門禁和位置資料後算出最可能發生的路徑。
只要資料彼此打架，它就會失去確定性，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比它算得更快，只需要讓它無法肯定我們在哪裡。走廊深處忽然傳來鞋底擦過地面的聲音，我和唐雨嫣同時停住，沒有人說話。第二聲更近。我們沒有追，等聲音消失後，我們繞到監控死角，灰塵上多了一串新的皮鞋印。這棟樓裡除了我們三個，還有人在動。唐雨嫣蹲在局部交換機旁，把剛抓到的控制記錄轉給我。每一次門禁異常前，都有同一個外部控制簽章 WTC。他抬頭，溫庭川英文名字的縮寫。我說能指向他，但還不夠。當全部答案先留完整記錄。線索已經從他知道太多變成有人正用這個簽章控制大樓，可真正讓我不安的反而是另一件事。如果溫庭川能遠端控制門，為什麼還要一直逼我親自下到地下2層？問題很快有了新的形狀，整條走廊的照明突然被切掉，只剩紅色緊急燈把每一扇門都照成暗紅色。內線再次響起溫庭川的聲音，比剛才更短。到地下核心區做臉部辨識。現在他沒有叫我輸入密碼，也沒有要求唐雨嫣的權限，他反覆要的只有我本人出現在那台生物辨識器前。我把現任管理員權限和他的催促放在一起，答案終於明顯起來。他自己進不去，我不是被隨機困住的人，我是他缺少的那把鑰匙。報廢監控又跳出3點整的畫面，玻璃機房裡，我被封在裡面，消防抑制系統開始啟動。隔壁區域有一個男人走向硬體櫃，伸手取走一枚實體金鑰，臉看不清楚，我也沒有把那個模糊輪廓當成已經確認的溫庭川。但這段畫面至少說明一件事：3點不是他只想讓我害怕的時間點。清除封門，硬體金鑰都會在那個時間形成最後結果。唐雨嫣壓低聲音問要不要往回撤，我看了一眼已經被控制的門禁，現在往回他還是能把我們趕回來。那怎麼辦？讓他以為我會照做。我拿起內線，語氣恢復成平常開會時的平穩。溫庭川，8分鐘後我到主機房認證流程，你先準備好。電話那頭安靜了半秒才回很好，別再走錯路。我掛斷電話，這一次不是熒幕替我預告下一條路，而是我主動給了對方一條假的確定路線。接下來8分鐘，我要找的只有一件東西：這套系統在什麼情況下會被迫自己停下來？地下控制間藏在舊設備編號後面，門一推開，裡面沒有鬼影，只有成排早已停用的測試說明和事故索引。我沿着 Mirror 的文件編號往下翻，直到一條安全條款停在眼前：預測信心低於 20%， 解除自動封門，停止不可逆操作。唐雨嫣把那行字念了一遍，聲音很輕，包括資料清除。我點頭，這是系統原本就有的保護，不需要新增權限。前面這攝影機和錯置門禁卡已經證明我們能讓它失去判斷，現在缺的只是把混亂推到 20% 以下。控制間裡還保留着7年前事故重播，我沒有跳過那段記錄，因為陳以堂到底為什麼死，直接關係到這套系統曾經怎麼失敗。重播裡，米爾判定他會走 A 路線，於是提前控制另一條安全路徑。陳以堂實際改走 B 路線時，那條本來能出去的路已經被封死。沒有預知，只有一個對自己預測太有信心的系統，把人的下一步當成必然，先替他關掉了其他選項。更後面的控制索引顯示，事故責任最後被改成個人操作失誤、系統錯判和提前封門被從正式結論裡剝掉了。唐雨嫣盯着陳以堂的名字半晌，才說：“所以他連死因都被改掉了。”我想起每一次預測開始崩掉時，陳以堂的影像反而更清楚。他不是 Mirror 最成功的樣本，而是他最重大失敗留下來始終沒有被乾淨抹掉的影子。這能解釋大部分鬼影為什麼跟低信心一起出現。至於為什麼一台斷電螢幕還能亮，我沒有答案，也暫時不需要編一個答案。我把安全條款和事故索引留在原始位置，只記下必要資訊。真正要做的是在3點前讓 Mirror 自己承認他已經不知道我們會去哪裡。門外忽然傳來腳步，這一次沒有躲在死角後面，有人正在直接往控制間走來。溫庭川從地下通道另一側走出來時，我終於把聲音和人對上了。
他沒有裝驚訝，只停在回程方向，平靜地像一場遲到的技術會議。你已經浪費太多時間去做認證。唐雨嫣往我身側靠了一步，回頭的路被他站住。3點倒數還在走，我沒有提 20%， 也沒有提7年前的事故。可以，我走向認證區，故意讓他看見我抬手啟動流程螢幕，開始讀取時，我順手把旁邊的消防毯拉過一隻攝影機。溫庭川皺了一下眉，別碰那些設備。我沒有停，轉身時又讓反光膜遮住另一個視角。攝影機故障會影響辨識，他向前一步，這句話反而證明我碰到的是他真正介意的地方。我把文件箱移到第3支攝影機前，再將自己的門禁卡留在主機房外側，卡片的位置和我的影像位置開始分開。米爾控制頁上的信心值從 82% 往下掉 71、63、54。溫庭川終於不再假裝只是遠端支援。將要停手。我盯着數字回他，你不是一直說要關掉米爾嗎？信心值停在 46%， 還遠遠不夠，但第一次他在真人監視下被我們實際拉低了一半左右。預測畫面開始重影，陳以堂的輪廓再次浮出來，站的位置很奇怪，幾乎把牆邊一扇不起眼的舊機械門完全遮住。我沒有把那當成鬼在指路，只記住了門的位置。7年前的設備區保留過機械通道，這或許是唯一不吃主系統門禁的路。溫庭川看了一眼信心值，又看向我，他已經知道我在破壞預測，但還不知道我真正要的是低於 20%。他伸手切進手動控制自動門，一扇接一扇重新上鎖，最後的安全距離也跟着消失了。自動預測開始失真後，溫庭川乾脆改成手動封門，他不再隔着電話引導，而是直接往硬體金鑰所在的舊測試區移動。我故意把主機房門留出一道縫，讓裡面的燈光和認證界面都維持在運作狀態。從監控角度看，我最合理的位置仍然在裡面。實際上，我已經退到陳以堂影像遮住的那扇機械門旁，門沒有電子讀取器，老式把手還能動。我壓下把手，從狹窄的舊通道繞到側面，沒有新的捷徑，只有7年前設備留下來主系統管不到的一條舊路。溫庭川果然朝最合理的方向走，他相信米爾，也相信我會在最後幾分鐘被倒數逼回認證台。但他不知道，我和唐雨嫣在近的下前就約好了一個最簡單的信號，紅色緊急燈連閃3次就拉手動火警。我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喊他，只要讓3段走廊的紅燈依次斷續，就足夠把約定送出去。第一下亮起時，唐雨嫣還在遠端控制頁旁；第2下他抬起頭；第3下他的手已經放到火警拉桿上。他沒有等第4次手動火警被拉下，多組感測器同時切換門禁、煙控和人員位置資料，瞬間互相衝突。米爾的信心值再次往下掉，40、32、27，數字越低，預測畫面越像被撕成幾條彼此不同的路。溫庭川猛地回頭，顯然已經察覺這不是設備隨機失常，他朝控制區折返，我則留在側向通道，沒有去跟他正面搶速度。23、21熒幕上的陳以堂只剩一個淡淡輪廓，像站在所有錯誤路徑中間。最後一次更新跳出來 19%。唐雨嫣隔着玻璃望向我，沒有笑。我們都知道條款寫在紙上是一回事，系統現在會不會真的照他做是另一回事。3點還沒到 19%， 已經先跨過了那條7年前沒能救到人的安全線。米爾信心值停在 19% 後，控制頁先黑了一瞬，接着第一條保護指令跳了出來，低信心模式啟動。走廊裡連續傳來機械所釋放的聲音，那些一路把我們逼進地下的緊急門一扇接一扇解除鎖定。第2條指令緊跟着出現，3點不可逆資料清除暫停。唐雨嫣盯着那行字，肩膀終於往下落了一點。還沒結束，系統進入保護後，把最後一輪遠端控制記錄強制封存。WTC 千張異常門禁和清除指令全被留在原始記錄裡。溫庭川站在通道另一頭，第一次明顯失去節奏，他沒有再碰控制頁，轉身就往舊測試區的硬體櫃跑。那枚硬體金鑰還在，只要他拿到它，至少還有帶走一部分關鍵資源的可能。
我沒有跟在他後面跑直線，而是從剛才的機械通道切到側面那扇舊隔離閘的位置。我在進來時已經記住。溫庭川衝進單出口區域，伸手去開硬體櫃，我抓住側面的機械拉桿，用力往下壓。厚重的隔離閘在他身後落下，他回身時出口已被完全隔開。江瑤，你以為這些記錄能證明什麼？他的聲音隔着閘門傳過來。我沒有跟他爭辯能證明什麼，交給外面的人判斷。你現在只需要待在裡面。他失去的不是一句辯論，而是今晚最重要的兩樣東西：控制系統的優勢和接近證據的自由。樓上的獨立緊急電話也在這時起了作用。老周早已把非法門禁控制和人員受困報出去，外部終於有人能進入這棟樓。警方到達地下前，溫庭川一直被機械閘限制在舊測試區。我沒有再靠近，也沒有讓任何人碰原始主機。7年前的事故控制記錄，今晚的 WTC 遠端簽章，非法門禁操作和硬體金鑰都原封不動留了下來。唐雨嫣把他保存的歸檔清單交給到場人員，老周補上夜間門禁與非法進入的情況，3條原本分散的證據鏈終於接到一起。3點整到來時，沒有資料被清除，也沒有玻璃機房把我鎖住。那段最早出現在熒幕裡的死亡未來已經徹底失效。我抬頭看向那台報廢監控，它沒有再預測下一個8分鐘，只剩一片普通的黑。天快亮時，公司有人提出，既然危機解除，就按原授權恢復清除流程，我拒絕了。整批 Mir 系統原始記錄和今晚封存的控制指令全部保留，交外部調查。沒有新的調查結論前，誰都不要恢復清除。唐雨嫣把數月整理的原始檔案完整交接，也正式成為調查證人。老周的傷不重，他把夜間門禁和非法進入的經過補進記錄。7年前陳以堂的死亡重新立案，至少這一次他不會再被一句個人操作失誤蓋掉真正發生過的事。所有主機調查要求斷電網路線也全部拔除，設備室安靜下來後，我以為今晚終於只剩程序要處理。角落那台最早亮起的報廢螢幕卻突然閃了一下，只有1秒，畫面裡沒有8分鐘倒數，也沒有現在的我陳以堂一個人站在7年前那條走廊。他沒有朝攝影機看，而是走向當年事故記錄裡從未打開的那扇安全門。走到門前時，畫面開始變暗。下一秒，螢幕徹底熄滅之後，再也沒有亮過。我沒有替那1秒找答案，系統能解釋很多東西，但我已經不再把能算出來和一定是真的當成同一件事。至少這一次，人活着離開資料留下該被重新追問的真相，也沒有在3點整消失。